大晋国105年，京城郊外，一座破旧不堪、四处漏雨的草棚显得格外凄凉。草棚的角落里，一个面色苍白如纸的女人正躺在一堆杂乱的稻草中间，她的身体因极度疲惫而颤抖着，原本明亮的眼眸此刻已失去光彩，变得暗淡无神，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她无力地望向头顶那摇摇欲坠的屋顶，然后缓缓闭上双眼，似乎在等待命运的最终审判。就在这时，一阵剧痛袭来，女人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要生下腹中的孩子，然而体力不支让她陷入了昏迷。丫头，你可不能这个时候睡呀，你快醒醒，快醒醒！哎呀，造孽呀！娘，热水来了，这妹子生了吗？老夫人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放在了地上女子的鼻息处一会儿，看着年轻的妇人摇了摇头。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呐，一尸两命。女人呐，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上一遭，说能挨过去，那就是新生；挨不过去，那就是黄土一捧。走吧，等天晴了，就让你男人和宫殿来，把女人埋了吧。毕竟入土为安呐，总不能就这样曝尸野外吧。说完，婆媳两人相携离去。末世，乔家。你要是交出来，还能给你留个全尸。大哥，别和这毛丫头废话，我就不信打死他还抢不过来。乔老三乔任亮说完就开了枪，直接打在了乔安安的胸口，血花四溅，当然也洒在了水滴玉坠上。一时间金光乍现，耀眼的强光让持枪的四人睁不开眼睛。一份天书从天而降。乔安安是在轰隆隆的雷声中惊醒的，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下腹撕裂般的疼痛让他差点又晕死过去。他咬着牙想要快速坐起，一使劲儿，下体感觉有东西从肚子里流了出来，疼痛也消失了不少。一个婴儿的哭声从双腿间传来，乔安安一脸懵逼地看着地上的婴孩，脑子里一股陌生的记忆涌进来。原来是他穿越了，还穿到了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女子身上。这个女子在生孩子时难产死亡，而他就接替了这具身体，还喜当娘。地上的那个孩子是他刚生的，正好旁边有剪刀和热水。他给孩子洗干净包好后也累坏了，就抱着孩子睡了过去。乔安安活动了活动身体，又低头看着睡得呼呼的小孩，笑了一下，再次抬头，感觉脖子一凉，仿佛有什么东西滑入胸脯上。他忙拿出来一看，愣住了。那颗晶莹剔透的水滴玉坠竟然和我一起穿越过来了，难道说这枚小小的玉坠竟是一件稀世珍宝？又或者它其实是某个强大外挂所附带的空间道具不成？正当乔安安如此思索之际，他只觉得眼前一花，整个人便已置身于一片神秘莫测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看上去宛如一座巨大无比的购物广场一般，其内设施齐全，规模宏大。他唏嘘着走到了生活区，拿起了一份面包和一杯热牛奶吃喝起来。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吃饱了一切都好解决。刚吃完就听见了外面有脚步声传来，他赶紧从空间里出来，刚坐好，
就看见拿着铁锨的一老一少2个男人走来。有鬼啊！咋回事啊，王军大叔，铁头哥？这诈尸了！村民一惊，都知道这里面住了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这咋死了呢？从王铁头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大家才知道，这个女人在昨天大雨夜生产，一尸2命。此时，乔安一身是血，抱着孩子出现在了茅草屋的门口。大家这才看清，这哪是死人呐，分明是个活人。王家婆媳也来了，一脸的歉意。丫头，我要是昨晚再等一会儿就好了。哎呀，都怪我，我以为你没……王婆子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摸着乔安安的手，眼睛都红了。女人生子啊，鬼门关，这丫头受苦了。只是这丫头是个傻的，现在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娃娃，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王阿婆想到这儿，心疼的眼泪流得哗哗的。阿婆，谢谢你。谢啥呀？你这丫头太客气了。啥？你说啥？王阿婆话接到了一半，感觉到不对劲儿，她想她是幻听了吧？傻丫头，你说啥？谢谢你，王阿婆。啊！翠，快来呀！傻丫头她不傻了。嗨，不管咋样，人没事就行，不傻了不更好？那样啊，她就可以回家了，省得再连累我们村里的人了。这个呀也不好说，你看她都在这么长时间了，你见过有人找吗？谁知道啊，肚子都被人搞大了，还是傻的，说不好啊，她的家人也不想要，丢人巴拉的玩意儿，不回家更好。你看她婶子话不能说的那么难听，谁还没有个灾和难的时候，人家也就是暂时没孕。你看这疯病不是好了吗？这丫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嘞。小屋门口站着的一群女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眼看着就要急眼了。族长不耐烦朝这边瞪了一眼。哎呀，都闭嘴吧，不知道祸从口出吗？还有，这孩子能落咱们村那是缘分，谁要是在外人面前胡咧咧，别怪我把你一家都给赶出去。好日子过久了，难道忘了18年前的那件事吗？阿婆，这是我一直贴身带着的宝贝，您看看能不能用它给我和孩子们租下或者买下2间房子呢？然后再用剩下的钱买点生活用品吧。王阿婆接过东西一看，便心知肚明，这只手镯绝非普通之物。于是她二话不说，立刻转身出门去找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族长来商量此事。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乔安终于如偿所愿，搬到了距离原来住所不远的一座小院子里。边关军营，身着一袭鲜艳而张扬的红色华服的慕容潇潇，此刻正以一种奇特而怪异的目光凝视着眼前之人。那位端坐在床榻之上专注着翻阅兵书的夜王，他的神情专注而认真，但面色却略显苍白，仿佛透露出了一丝疲惫之态。然而从脉象来看，并无明显的异样之处，一切似乎皆属平常。这也没病啊，怎么就肚子疼了一夜啊？你都不知道？你疼的样子就像女人生产的一样。不错，此刻躺在床上之人，乃是如今大晋国赫赫有名、威震八方的战神王爷夜王上官叶林，而正在给他看病之人，则是神医谷的少主慕容潇潇。这二人之间关系匪浅，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滚！上官叶林脸色一沉，气恼地从牙缝中挤出这么个字来。好嘞。
这位慕容神医啊，真是在自寻死路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而且还是那种怎么拉也拉不回头的性子。可不是嘛，每次都这样冒失冲动，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学乖一点。燕飞鱼，安知鱼之乐。乔安安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是相当的舒心，玉镯子卖了有150两，100两买了这个带院子的2间房子，买生活用品花了20多两，剩下的他都给了王阿婆，因为他要坐月子，娘俩总得有人伺候吧。20多两相当于一个中等之家的半年收入，王阿婆当然乐意。家人们，姐姐我来了，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得住我的狂风暴雨啊！娘亲，明日便是太子府举办的赏菊宴了，女儿为何不能在这场宴会上大放异彩，引得太子哥哥对我另眼相待呢？轩儿啊，你可要牢记在心，能够独领风骚者，靠的并非容貌，而是智慧与头脑啊！哎，你也别这样看我，别的不说，就说你爹吧，你可知道他的发妻李师师有多美吗？可以说整个京城能和他相比的没几个，但是光长美貌不长脑子，还不是被你爹送给。姚姨娘看了看门口方向，确定没人，揉了揉眉心，才继续开口。你可明白为娘的意思啊？这些你知道就行，烂到肚子里就好了啊。娘，魏嬷嬷不是说是你给她的毒酒让她饮鸩自尽魂归黄泉的吗？啊，还有那个乔安安为什么不毁了她那张脸？住口，休得胡言乱语。若无你爹和你祖母的首肯示意，仅凭我一己之力怎可能做出这等事情来？这种话以后休要再提了。姚姨娘目光凶狠且充满戾气，瞪着眼前的少女。哎呀，知道了娘，我就是恼怒，没有把乔安的那张脸给揭下来。太子哥哥自从乔安出嫁前见过他一面，就念念不忘的。哎，你呀你，和个死人有什么计较的？你现在最棘手的敌人是右相家和镇国将军家的小姐们，哎，亏我一世英名，怎么就生出你这个小笨蛋啊？乔安安此时正藏身于屋顶之上，将屋内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听闻此言，他气得浑身颤抖，心中悲愤交加，难以自持。乔安安在房顶这一愣神的功夫，房间里的人已经都走了。乔安安直接把房顶弄了个洞，顺着绳子下到了姚姨娘的房间。梳妆台、柜子、床、桌子摆件等一并收到了空间。看着只剩了地面的房间，他还不解气。他仔细观察着房间，你还别说，真叫他发现了端倪。卧房小门通隔壁，推开一看，就是姚姨娘的小库房。乔安那是有东西不拿的主吗？那不可能，地皮都想挖的人，那收的那叫一个干净。一路到了老妇人的院子，这时想起姚姨娘的话，他更恨。在乔元没有发迹前，吃的喝的哪一样不是李师师的陪嫁？吃人家的饭，完后还砸锅，真的太不是东西了。乔安也不管是谁了，利用空间为掩护，一瓶药粉下去，整个院子里的人如下饺子般纷纷倒下。收完东西，还在姚姨娘乔轩轩的脸上打了10几巴掌，直到脸肿成了猪头，这才罢休。至于乔国公乔元和乔老夫人，乔安要不是怕雷劈，也会把人揍成二师兄。乔安深知此处乃国公府之库房所在，其中所藏皆为国公府公有财物。乔安小心翼翼步入了库房门口。库房打开了，因房顶掉了一颗夜明珠的缘故，并不黑。从门口往里看，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满了足有6间房间的库房。纵使乔安安从末世来，
也为这里的东西震撼了一把。好在他的随身空间大，不然还真的拿不完。当乔安踏出了乔国公府那扇厚重的大门时，夜幕已经深沉如墨，整个京城仿佛被一层轻纱所笼罩。王爷，我们提前返京，这事要不要禀报一下皇上？皇上手中的金甲卫无孔不入，你从边关回来，恐怕他已知晓，不如……叶王府，莫南看着他的主子，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只是说到一半，看见主子脸色不好，就把要说的话给咽了下去。我母妃那里现在怎样？苗贵妃身体有恙，思念主子有急，一日不如一日。莫南不敢隐瞒，把查到的信息一字不漏说了出来。按说主子已经成年，苗贵妃完全可以出宫跟着主子住在叶王府，只是主子你不在府里，皇上那里不好说。上官叶林背负着双手，静静地凝视着窗外那片漆黑如墨的夜空。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挺拔，但此刻却透露着一股无法言喻的沉重气息。我记得母妃在城郊有一处庄园，要不就把她送到那里去，反正离京城也不远，还在皇上和皇后的眼皮子底下，相信他们也不会不应。你去那里安排一下，我马上进宫。上官叶林刚出府，就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如灵猫一样翻进府里。他愣了一下，跟着又返回府里。这是谁的人？在他刚回府就来了？难道是有人这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他倒是想要看看是谁眼睛这么长。上官叶林一路跟着，看着前面的黑影巧妙地避开府里的巡逻，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府里转来转去。毛贼！上官叶林跟了一路，看着黑影一个屋子钻进去，又空着手出来。他索性也懒得追了，找了个王府内最高的树，站在那儿看着黑影穿来穿去。乔安安这会儿也急了，原身虽嫁进王府，可是只知道他在一个破旧的屋子坐了一天，其他的地方他也没有去过。王府的库房在哪儿，他还真不知道。嗨，毛贼，你在找啥？我说我梦游了，你信不？你觉得呢？男子斜睨着眼前的人，他有一瞬间慌神，眼前蒙着脸的人，那双星眸他似乎在哪儿见过，可在哪儿呢？乔安安见眼前的人没有抓他，反而在愣神。现在不跑，更待何时？拜拜了你！他冲着男子摆了摆手，得意一笑，在男子惊愕的眼神中跳到墙外。是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快，乔安安就知道，刚才他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打脸。哎，你追我干嘛呀？我就是好奇，逛了一圈，你有必要追着我满京城跑吗？他叉着腰，奶凶奶凶的，还怕男人不信，在他面前转了一圈，摊摊手，面巾下的那双眼睛要多无辜就有多无辜。他是吃饱了没事儿遛你玩呢。独孤剑南，你怎么会在这里？乔安安并不认识这个男人，但上官叶林却是识得他的。此人便是江湖上声名显赫的武林盟少主，只不过已经是上一任了。据说他父亲是因为遭到了亲人的背叛，心灰意冷之下，一家人选择退隐江湖，从此销声匿迹近5年之久。腿长在本大爷自己身上，想去哪儿还需要跟燕王报备不成？你……上官叶林有些气结，
想要再说两句，不远处一个身影快速飞来，眨眼间到了上官叶林的眼前。来人一脸急色，他看了乔安安和墙上的独孤剑南一眼，侧身到了上官叶林耳边：主子，宫中有变，苗贵妃病情加重。上官叶林一惊，连看都没有看乔安安和独孤剑南一眼，转身朝皇宫方向飞奔而去，眨眼便不见了身影。我去，古人的轻功真是绝了，我这一夜逃不掉也不冤啊！在那嘀咕啥呢？还不快走！等他来收割你狗头啊！我去，我还真是傻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呢？眼看着这天就要亮了，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逃跑，一旦乔国公府和叶王府发现库房被盗，肯定会立刻封锁城池，到时候我的麻烦可就更大了。谢了。他朝着独孤剑南微微一笑，然后转身毫不犹豫向着城门的方向狂奔而去。大哥，没人追过来了，你可以走了，不用再跟着我了。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这么不识好歹？本大爷好歹也是曾经救过你一命，你得了这么多宝藏，本大爷一分不取也就罢了，但从今往后啊，必须负责本大爷每天的1日3餐，如何？这怎么可能？难不成他知晓了自己昨晚去乔国公府和叶王府之事，甚至还洞悉了自己身上的秘密？行，跟着我可以，保证你1日3餐也没有问题。但我这里可不养闲人哦，既然端了我的碗，就必须要听我的话。不过嘛，对于辛辛苦苦打工的人来说，我还是会比较善良一点的。什么是打工人啊？这个嘛，总之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那就这么说定了。独孤剑南等的就是乔安安的最后这句话。只见他将手指放在口中，对着空中打了一个长长的响亮的口哨。没过一会儿，一匹枣红色的马儿哒哒哒地跑过来，走近一看，乔安安惊讶地发现马腹的两侧各自挂着一个大箩筐，而箩筐里面居然有一男一女2个4岁大的孩童。你该不会是人贩子吧？什么人贩子？他们可是我朋友的孩子，我纯粹是受人之托，帮忙照看一下罢了。乔安不禁有些惊讶，这居然还玩起了买1赠2的把戏。不过也罢，毕竟只是2个孩子，等儿子稍大一些，还可以有玩伴一起玩耍，倒也不算什么坏事。走吧，咱们回家。叶儿，你真要如此行事？难道就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了吗？没有。上官叶林的声音如同惊雷一般炸响，带着无法动摇的决心和力量。一味的忍让只会让我们受到更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连母妃也被牵连其中，性命难保。我身为儿子，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今日母妃必须随我出宫，绝不妥协。你个逆子，连父皇的话都敢忤逆，看来是翅膀硬了，反了天了。大晋王朝的皇帝上官震天，他气得脑壳嗡嗡的，指着地上的六子，颤抖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陛下，皇后娘娘求见。正在父子对峙时，门外胡公公的声音响起。随着话音落下，皇后康丽华一身锦衣华服踏了进来。陛下龙体万安。叶王，此举万万不可。身为后宫嫔妃，在圣上仍在世时，岂能擅自跟随皇子离宫居住？这可是违背祖制之事啊，绝不能破例。有何不妥？祖宗的制度也是人定的，既然他现在行不通，也可以更改，让他尽善尽美，而不是固守不通。难道母后以为一个儿子眼睁睁地看着母妃病死而无动于衷才是正确的制度？苗贵妃就是犯了错，利用自己宫妃的身份暗害襄嫔，使得她5月大的孩子不保，
这是残害皇子嗣才被打入冷宫的，这是你父皇亲自调查，证据确凿，难道有假不该受罚？按照祖宗规制，乱棍打死都不为过，因为你才对他网开一面，你应该对你父皇感恩，而不是指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凭一个小小的宫女儿的证词，岂能轻信？啊！而我母妃的冤屈却无人理会，难不成你们真当众人皆愚昧无知吗？上官叶莲，你竟敢如此目无尊长！吾皇上召见私自返京，难道你想造反不成？康皇后气得怒目圆睁，高声怒斥。然而今日的上官叶琳已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母妃救出困境，谁敢阻拦，他绝不手软。陛下，丞相大人康熙年、魏国公赵成以及镇国将军寇大海求见。既然各位爱卿也来了，想必也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依你们看，这事该如何处理？康丞相、魏国公、寇将军三人互相看了看。康熙年的官位最大，他开口道：皇后娘娘、叶王爷都是一家人，就苗贵妃的病引起的争端，不如让太医院的院判亲自出手医治。他是大晋国的国医圣手，相信苗贵妃的病情在他的医治下一定会尽快好起来的。不行，母妃已经病重，我这个儿子要亲自侍疾，以尽孝心，只有在叶王府我才能做到。难道丞相大人想让我做一个无情无义、冷血之人？先让太医院的院判看看，如有不好，就让叶王带走。祖治固然重要，苗贵妃的性命也很重要。凡事都要有个商量嘛，不要伤了一家人的和气，才是最重要的。魏国公，你家是盖房子的吗？啊，真会和稀泥！母妃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你在这给我东拉西扯。既然这么会和稀泥，要不你们赵家辞官归乡盖房子去，能给天下百姓盖一所遮风避雨的陋室，也能流芳百世，比在这官场混日子好多了。上官叶琳的话音一落，魏国公赵成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皇上，微臣倒是有一个计策，不知是否可行。讲来听听。微臣认为，目前众人争议的焦点在于苗贵妃是否应该前往叶王府养病，以及此举是否违背祖制。听闻皇上曾在京城郊外赏赐给苗贵妃一座庄园，苗贵妃大可以前往该处调养身体。如此一来，便避免了与皇子共同居住的问题，同时也符合祖制规定。此外，叶王爷亦可随时前去侍奉问安，而庄园距离京城并不遥远，贵妃若想回宫也十分便利。上官震天看着下面的一众人，看着每个人的脸色都好看了不少，勾了勾唇。稳了！啊！哪个挨千刀的，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啊！老爷，这是咋回事啊？国公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国公府被盗贼给搬空了。那我书房呢？搬空了，还有库房。杜管家正说着，又有几拨人来了。老爷，厨房被盗，锅都没了。老爷，姚姨娘的住房也被盗，姨娘的小私裤也没幸免。老爷，萱儿小姐的房间也被盗，就剩下地皮了。老爷，乔国公昂面直直倒去。
这会儿是一口气没上来，气晕死了过去。御书房里，皇上正在和太子上官浩在议事，就听见胡公公禀报乔国公来了。两人皆是一愣，疑惑地看了对方一眼。进来吧。陛下呀，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昨天一夜之间把我府内都给搬空了，只剩下了房子和地皮了。乔元一进来就跪下来，开始向皇上哭诉，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来真是委屈上了。国公莫哭，父皇在此，你可仔细说明。这个是。乔元就把昨天夜里不正常的事说了出来。等他说完，皇上和太子对视一眼。不会吧，这么巧？难道是他干的？太子一想到这儿，眼睛更是亮了亮。皇上只得安抚乔国公，命人把大理寺少卿秦宁喊来，让彻查此事。母后，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命人送进去了吗？郑居易早就命人送了进去，书房库房都有。只要一查，他叶王就跑不了了。令他上官叶林聪明一世，也绝不会想到他和手下一离开边关，我们这边都知道了消息，布置了这些。只要郑居易曝光，任他能耐再大，这次也是插翅难飞。只是这事还需要一个契机。母后真是神机妙算，契机来了。靠山村，上官叶林正坐在苗贵妃的床前，听小神医慕容潇潇分析母妃的病情。贵妃的身体不光是死老成疾，还有一种慢性剧毒，并且这两种从外表上都是一样的症状。这毒你有把握医治吗？必须的，这点小伎俩还难不倒我。只是这毒解的过程有些慢，需要一段时间。慕容潇潇不好意思地说，这种毒要是他爹来，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是他爹不知道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母妃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这段时间你就收收心，住在这地方吧。好吧。慕容潇潇看着出门去的上官叶林的背影，撇了撇嘴，不得不答应。门口，莫南急得转来转去，就是不敢进去禀报。这时候他知道，什么事都没有苗贵妃的事重要。上官叶林一出门就看见了他。什么事？乔国公府昨天被盗的一无所有，叶王府的书房、小库房和一些房间也被盗。皇后和太子就拿王爷无召回宫一事为借口，联合大臣认为乔国公府被盗一事与王爷有关，要彻查叶王府。父皇何意？皇上无奈已经下旨，现在叶王府已经被御林军包围。上官叶林突然想起昨夜他追的小毛贼。上官叶林、莫南还有漠北等人一路快马加鞭赶回了叶王府门。搜寻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太子安插的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首先直冲上官叶林的书房。去的时候得意洋洋，当打开门时都愣住了。说好的东西呢？谁家的书房这么干净，干净到除了墙皮、地皮之外啥都没有。这个场景在叶王府的大库房、叶王的私库，搜查的人都是这样的表情。大家忐忑不安地汇报给太子等人时，惊的人都站了起来，同时后背也是冷汗直流。现在想的不是叶王府银子的事儿，而是如何给皇上交代的事儿。进来时有多信心满满，现在就有多狼狈。你坑我！此话怎讲？门口的时候，江管家就说了府里被盗的事儿，是你自己不信。太子哑然，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上官叶林，知道今天这个哑巴亏他是吃定了，正欲转身就走。慢着，皇兄是不是忘了什么？江管家，把你统计的损失给皇兄呈上去。50万两白银，上官叶林，你想钱想疯了吗？把这些收藏好，回头给父皇送过去。你！太子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他满脸怒容的伸手夺过了将汤递来的账单，看也不看一眼，转身便拂袖而去。报！太子殿下，我们在乔国公府里发现了这些赃物，请您过目。好，从哪里找到的？在叶王府西南角的小院里。王爷，您可知道这西南角的院子，那可是1年前您赏赐给乔氏妾的住所呀。乔氏妾正是乔国公的嫡女啊。皇兄，你是不是忘了，我府内的一个侍妾就是出自乔国公府？难道这些不是她的嫁妆吗？对呀，他怎么忘了1年前的事？叶王娶妃，乔国公府替嫁女儿，这些事可是让他们这些兄弟嘲笑很久呢。你说是就是吗？那就开吧，让众人也瞧瞧乔国公府给女儿的嫁妆都有啥。太子勾唇，叶王都不怕丢人，他怕啥？开就开。随着他的手势，20几个箱子一下子全被打开。这会儿傻眼的人可不止一个，就连那些站得笔直一脸肃穆的小小御林军也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喵的，这都是些什么呀？众人定睛一看，只见箱子里装的尽是些破旧衣服，被老鼠啃过的棉布，还有稻糠、沙子、砖头、石头等等，没有一箱东西是能用的。堂堂一个国公府的小姐，她的嫁妆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平民家的姑娘。乔国公府陪送女儿的嫁妆秘密就这样被大咧咧地公开于众人目下。吴公公，你说的可是句句属实？皇上明鉴呐，当时叶王、大理寺少卿以及御林军均在场，老奴就算有10个胆子，也万万不敢在陛下您跟前信口胡诌啊！好一个乔远，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我见乔不上朕的儿子，还这般肆意作践。来人呐，即可传旨下去，乔国公教女无方，致使其德行有亏，罚他去看守城门。何时他能幡然悔悟？何时再让他归家？叶王这边，江管家亲自用平板车让下人拉着乔氏妾的嫁妆，就这样大咧咧地敞开着，围城绕了一圈，边走边解说。乔国公多慷慨啊，给女儿的嫁妆多丰富，20多台。乔国公府被盗，叶王体恤，让人给送回来，给国公府补贴家用。人都不傻，有好奇的凑近一看，哪儿还有不明白啊？但是一个国公府给女儿的嫁妆是沙子、石头的，一时间跟着送还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国公府门口，当然也传遍了整个帝都城。叶王府，上官叶林坐在空落落的书房内，想着心事，看着莫南带着江管家过来。事情办完了？是，王爷。你下去吧，找人把库房打扫一下。太子把东西送来，就可以直接把东西放进去。上官叶林看着江管家转身，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哎，乔氏妾可好？王府后院就这一个女人，他也就随口一问。江管家愣住，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但又不得不说。那个王爷，乔氏妾已经不在府内。啊？怎么回事？ 1年前，王爷去边关前夕，
乔氏妾私会野男人，被府中丫鬟撞见，一时间风言风语，乔氏妾接受不了，就疯了。没过多久，人就不见了。这事我都写信告知王爷了。我去边关前夕，他私会野男人。上官叶林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莫南，莫南也傻眼了。那晚他和漠北把中了春药的王爷送进了乔氏妾的床上的。我就是那个你口中说的野男人。只是那夜他走得匆忙，就把知道内情的漠南漠北带走了。想到这里，上官叶林的内心闷闷的，还有点疼。爷，那封信我知道。去了边关没多久，漠南曾经递给了他一封信，说是府里的管家寄来的。当时他身在营帐之中，即将出征杀敌，便随手将信塞进了怀里，打算等大战归来后再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不幸中了敌人的圈套，胸口被刺穿，那封信也被他的鲜血染红，毁坏了。上官叶林无力地摆摆手，示意漠南和江管家离开。两人走出院门，来到外面。江管家一脸忐忑看着漠南。莫侍卫，你快看看王爷，他到底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啊？乔氏妾竟然敢给咱家王爷戴绿帽子，就是死上100次也绝对不为过呀！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就应该跟那个野男人一起进猪笼才对。我呸！你这个蠢货，你知道你口中的那个野男人究竟是谁吗？江管家眨了眨眼睛，然后顺着漠南刚刚偷瞄的方向看去，但仅仅只看了1秒钟而已，整个人便直接愣住了。你是说那个野男人居然会是咱家王爷？漠南并没有说话回答，只是给了他一个非常耐人寻味且饱含深意的眼神。江管家在得到确认之后，顿感五雷轰顶，仿佛整个天灵盖都变得凉飕飕的。你大爷的独孤剑南！别让我再见到你，碰到你，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我就不姓乔。院子里响起了乔安安土拨鼠的叫声，让从家里来的王阿婆一个机灵，忙推门进来。怎么了，乔姑娘？孩子闹了吗？没有，我练嗓子呢。你们两个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王阿婆。阿婆好。好。王阿婆看着多出来的2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孩，感叹着，这爹妈不知道咋生的，长得这么俊，看着就讨喜。乔安摸着裴熙的头发，软软的，越摸越高兴。而裴家这兄妹2人也不生气，独孤叔叔总是交代，他们2人要在这儿乖乖的，一定要听这个女人的话。看着2个这么小就很听话懂事的孩子，乔安心中叹气，唉，养着吧，我还不缺这点吃的，全当为小木木养2个伴。孩子也不容易，估计是家里出事才送出来的，要不谁家会丢弃2个可爱的孩子？能遇见就是缘分。姑姑，他好可爱呀！喜欢吗？喜欢，嘿嘿，哥哥也喜欢小弟弟。裴熙的小嘴很甜。说完后，扑闪着这双如黑宝石般璀璨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哥哥。喜欢。裴晨毕竟是个男孩子，说起这话时难免有些别扭和难为情。看到这一幕，乔安安也不禁笑出了声。自从认识裴晨以来，这个小家伙的小脸儿总是紧绷着，一脸正经的不像个孩子，反倒像个小大人似的。没想到今天居然露出了如此可爱的一面，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好啦，给你2个小任务。天快黑了，我去做饭。你俩的任务是看着小弟弟。这个任务能完成不？能，我们能。也许是乔安一看就是那种让人心安的外表，这裴家兄妹接受的也很快。乔安的家处于村子的最深处，如果要出村，必须穿越半个村庄才行。当他快要走到一处大院子时，忽然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门口，紧接着一名身着锦衣华服的男子从车上走下来。嚯，这个人可真够招摇的，一个大男人居然穿红色衣服。乔安低声嘟囔着，然后迅速拐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路，径直朝着大山的方向奔去。一路上他还碰到了不少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他们纷纷和乔安打招呼，但都被他敷衍地应了一声，便匆匆而过。就这样，乔安一直走到了大山脚下。这里真是天然的氧吧啊！由于前段时间下过雨的缘故，还别说，真让乔安遇见了一些好东西。一棵倒了的枯木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木耳，他看了一眼四周，见没有人，直接大手一挥，一个精致的大杯筐出现在了眼前。没一会儿，枯木被他揪得干净，把满满一杯筐木耳放入了空间。用不了多久，这上面应该就能长出不少黑木耳来。就这么白白放过它，实在有些可惜啊。于是他犹豫再三过后，还是折返回来，将那根枯木一并带走。他可这真是典型的吃完饭还要顺走锅。他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便惊喜地发现了一大片山药。这玩意儿可是大补之物，尤其对小孩子身体好，怎么能够错过呢？然而山药虽然美味，但挖掘起来却是十分费力。乔安费了9牛2虎之力，才勉强挖出了一小背篓的山药。再继续挖下去，恐怕他自己的手都要报废了。无奈之下，只能作罢。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鬼哭狼嚎，乔安吓了一个激灵。等情绪稳定下来，他就快速往声音发出的方向而去。这是有人遇险了，他得要去看看。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跌跌撞撞往乔安安的方向而来。追着他的东西，乔安也看见了。这是个什么东西？你还行吗？等会儿听我口令，我数到3，咱们就往藤蔓多的地方跑。那家伙体型庞大，很容易被绊倒，只要抓住机会。乔安仅仅吐出了一个字，便扑通一声滚落至了怪物脚下。他惊愕的目瞪口呆，而那山妹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一时间竟然愣住了。别怪我，你不死，被这山妹拍死的就是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后，他猛地转过身去，拼命向前奔跑而去。乔安瞪大了眼睛，看着刘三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愤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所救下的人，如此自私地抛弃了他。好啊，刘三，既然你选择背叛，那就别怪我无情了。不远处，一棵茂密的树上站着一红一黑2种颜色服装的人。王爷，要不要我去把那女人救下来？如此蠢笨之人，没有必要浪费精力。两人正是上官叶林和慕容潇潇。话是这样说，但是两人并没有走开，而是关注着这边的情况。他们两人上山是因为治疗苗贵妃的病，需要一株新鲜的药材，两人这才上山寻找，碰上了这么一出好戏。乔安吃了这么大的亏，
心中自然不甘。他死死盯着刘三渐行渐远的背影，嘴角突然泛起了一丝诡异的笑。紧接着他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那头凶猛的山魅已经挥舞起了巨大的手掌，狠狠地朝着下方拍击而去。然而令他惊愕的是，这一掌竟然落了个空。山魅顿时变得无比暴躁，他愤怒地在周围盘旋了几圈，满脸都是疑惑之色。无奈之下，山魅只能凭借本能继续朝着刘三逃窜的方向追杀过去。王爷，那个女人去哪儿了？两人从树上飞了下来，站到了乔安安消失的地方。这里根本没有人了。走吧，没人了，正事要紧。远处，刘三的叫声再次凄厉地响彻整个山谷，很快也就没有了声息，山上又恢复了平静。我去，这满山谷竟然长满了疑似艾草的植物，要知道这艾草可是个好东西啊！小钱钱们，我来了！乔安安饿了，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大香肠，边啃边畅想未来。身后的响动让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失策啊失策，他怎么把这里有山魅的茬给忘了？他扭过头，还能听到自己的脖子咔咔声。果然，这个庞然大物就在他身后，正一脸审视看着自己。只是山魅接下来的举动震碎了乔安安的三观。他居然从乔安安手中拿过火腿肠，把东西塞进了嘴里。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很喜欢吃这个。山魅吃完后并没有袭击乔安安，而是就这样安静地低头看着他。不知怎的，乔安安竟从他眼中看见讨好和渴望。这什么情况？乔安试着从袖筒，其实是从空间内又拿出了一个大的香肠，慢慢的递了过去。山魅只是接过，直接送到口中，几口又没了。没办法，乔安接着拿。没办法呀，这山魅气场太强了，他不得不认怂。一直到第20根时，山魅才转身走到了小溪旁，蹲下，用蒲扇大的手掌掬水喝。哼，乔安气乐了，心想着，这家伙也不是那么可怕嘛。嗨，我要走喽，拜拜。正在喝水的山魅转过身，又往乔安安这边来了。吃我的东西，我们就是盟友了，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而山魅并没有袭击他，来到他跟前，只是垂头拉脑地站着，眼睛里并没有恶意。你想和我交朋友，或者想要我的东西？他还以为得和这个大家伙要沟通好半天呢，没想到他一问，山魅竟然点头了。哇，好聪明啊！我的东西可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能用什么来交换啊？乔安这一问，山魅想了想，然后转身，还时不时用蒲扇大掌示意乔安安跟着。哇，好地方！山魅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领着乔安安往前走。到了瀑布的后面，眼看是一面高耸的石墙，这里根本就没有路。乔安安疑惑的时候，山魅伸手拉着乔安安的手臂，直接往石墙上奔去。乔安安吓得闭着眼睛尖叫，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乔安睁开眼睛，发现这是一处被水冲刷出来的山洞，而身后并没有所谓的石墙。难道这就是小说中的阵法？山魅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冲着他点头。看来古人的智慧
不能小觑啊！山妹这是领着我探险寻宝呢，好奇异的山洞啊！老天啊，谁能告诉他这些是什么人啊？从一开始出现在眼前的仅仅只有寥寥数具白骨，但随着不断深入，白骨越来越多，最终到达山洞内一处宽阔之地时，映入眼帘的便是成片成片堆积如山的白骨。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在此互相厮杀？乔安疑惑不解，于是便一具接着一具仔细检查起来。偶尔间若发现有银块或是冷玉佩等物，他也会顺手收起，毕竟这些物品被丢弃于此实属可惜，若带出去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当然乔安绝非那种贪得无厌忘恩负义之徒，但凡能够确认其身份且遗体保存完整者，他都会吩咐山妹为他们单独挖掘出一座坟墓，并从随身携带的空间中取出木块，刻上标记以作纪念。至于那些肢体残缺不全者，则只能统一埋葬在了一起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山洞角落里看到了一具尸骨，那具尸骨的旁边放着一把宝剑，剑身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令人不敢直视。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幽幽寒光，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而在宝剑的旁边还有一块黑玉牌，这块黑玉牌通体漆黑如墨，却又隐隐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这块黑玉牌究竟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为什么会和这把宝剑放在一起呢？他们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啊？这些东西他收了起来，还对这剑和玉牌的主人感到歉意。怀着这种心情，他给这具尸骨安排的坟墓最大最用心，以表谢意。等把这一切都弄完，乔安安看着表，下午5点左右了。想到了小木木，他有些慌，拉着山妹要走，被山妹反方向的用力一拽，身体不由自主跟着他转了个弯。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狭窄的山洞，洞内光线昏暗，但隐约可以看见中央摆放着一个小型祭坛。山妹此刻显得异常严肃，她用凶恶的眼神示意乔安跪下磕头。乔安望着山妹那副认真的样子，于是他只得乖乖跪在蒲团上，按照山妹的指示磕了3个头。当他磕完头后，只听得耳边传来咔咔几声响动，祭坛的中央位置突然裂开，一个石盒缓缓从里面升起来。乔安小心翼翼地拿起这些物品，仔细端详起来。随着观察的深入，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终于他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命丧于此，原来都是为了争夺这3样东西：前朝的传国玉玺、传位诏书，还有一本标注着宝藏位置的地图。你太好了，真是我的福星，以后我就叫你福星吧，跟着我绝对让你饿不着。令他高兴的是，山妹似乎很喜欢这个新名字，虽不会说话，但她的点头和肢体的来回舞动的动作，乔安还是能看出来。一人一兽走出了山洞，就被外面的砰砰当当的声音吓了一跳。这么隐蔽的地方还会有他人过来。乔安绕过大石头的后面，伸出头往外看。一个是从叶王府开始撵着他在京城跑了半宿的那个可恶的男人，一个是他早上从靠山村出来在村口遇见的骚包男人。2人武功很高，但是架不住黑衣人人数多，2人很快身上就都挂了彩。乔安刚想让福星躲下去，那边的人已经发现了这边的动静，10几双眼睛齐刷刷往这边望来。
乔安的内心砰砰直跳，心虚地看着这些人。你们忙，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啊。说着，他就想要带着福星开溜。杀无赦！领头的黑衣人命令。主子给的旨意是悄无声息解决上官叶灵。这个冒不登跑出来的女人，怎么可能让其留下活口？就在乔安一愣神的功夫，一柄长剑直直朝他的心脏位置刺来。乔安大叫一声，吓得闭上眼睛，扑哧一声，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待他再次回神，才发现此刻他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而男人的右臂衣服已被鲜血染红。不用问，刚才是这个男人救了自己，帮自己挡下了那一剑。他喵的，有这样的吗？大家前连说一声都没有，直接提剑就过来了，吓死人了！肩膀上的手突然一沉，他抬眼望去，只见男人的脸色不对，嘴角还流了一股黑血。乔安再傻也知道，这人是中毒了。福星，快带我们走！福星双手一捞，把他和男人一起夹在了胳肢窝，抬腿就跑。快追，别让他们跑了！黑衣人反应过来，齐刷刷追着过去，只留下两人来对付红衣男人。等他解决完眼前的两人，抬头看去，哪儿还有叶王的影子？他又急又气，想着跟过去，又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得咬咬牙，飞身回去搬救兵去。福星，你太粗鲁了，手心没朋友。当然，这些话乔安只能在心里说。你真厉害！被福星扔到地上的男人已经昏迷不醒。乔安从空间药柜里拿出碘酒和纱布，给男人进行了简单的包扎。至于他中的毒，那就不好意思了，乔安他真不会。不过空间里有解百毒的药丸，乔安抠了2丸，用水给他送进了肚子里。他能做的都做了，其他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王阿婆一边抱着孩子轻声哄着，一边不停地朝外面张望。裴婵裴熙不安地站在一旁。默默！乔安跑到门口喊了一声，乔木立刻扭头，哭声戛然而止，泪眼婆娑地看过来，委屈的小嘴撇了又撇。乔姑娘，哎呀，你可回来了！这娃呀，吃了一顿奶粉后啊，可能是想你了，就开始哼唧哼唧的，到最后啊，哭得抱不住，可心疼人了。对不住了，阿婆，我因有事给耽搁了。不远处，一座大院内，夫人斜躺在院中一棵茂密的大树下面，专门为她设的软榻上。柴嬷嬷，这娃娃怎么一直在哭？你听，嗓子都有些哑了，好可怜。娘娘，这声音是不是吵到你了？要不我去把他们……不可。柴嬷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孩子哭闹是正常，可能是饿了或者是尿了，你不觉得这声音很亲切吗？20多年了，月儿小时候也是这样。女人说着说着，声音小了许多。她眼望着一个地方，似乎在回忆着。柴嬷嬷这是知道，他们娘娘是想起王爷了。这么多年，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真可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样的日子已经伴随了他们快要20年了。是啊，我们王爷小时候胖乎乎的，就是哭的时候也不忘用眼睛偷偷地瞄着你，那小模样可爱的不要不要的。穷人家的日子不好过，柴嬷嬷，一会儿你拿些吃食去给那孩子送去，别给饿坏了。好。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们新邻居的一个婆婆带来的。这不是那个红衣烧包男人的家吗？在山上的时候，
那个红衣男人可是和我空间的男人是一起的，难道他们认识？那男人在我空间里也不是事儿啊，既然他们认识，不如送他家去。他小心翼翼走到了大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然后紧张地四周张望，发现周围没有人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赶紧打开了空间，将里面的男人弄出来，放在了不远处的墙根处。听到院内传来脚步声，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小四打开门，发现门口没人，他挠了挠头，疑惑地向四周张望。奇怪，明明听见有人敲门，这咋又没人了呢？他嘀咕了一句，把头又缩了回来，不经意的一瞥，发现墙根处躺着一人，大着胆子又出来查看。等他看清地上的人时，啊，主子！怎么回事？这么没有规矩？不是说了吗？院外的小厮不能来内院，冲撞了娘娘，不是你我能担得起的。嬷嬷，不好了！小主子受伤中毒，昏迷不醒，慕容神医又不在，小的们没了主意，这才来打扰娘娘。什么？柴嬷嬷一听也慌了，她也拿不定主意，也不管小六子了，忙往娘娘的寝室走。刚到门口，就和门口站着的苗贵妃碰了个照面。娘娘，小主子受伤中毒，慕容神医又不在，要不我们往太医院递牌子，请太医过来给主子解毒吧。不行。苗贵妃想到她和上官叶林的处境，叶儿这个时间受伤中毒，恐怕也就是那几个人的手笔，这会儿去请太医，这不是给对方递刀子？不行，叶儿受伤中毒这事不能传出去。走，我们先去看看情况。直到看到床上脸色黑青的儿子，苗贵妃的眼睛都红了。柴嬷嬷担忧地看着她。娘娘，去找附近的郎中了，再派人去找慕容神医回来。只是人还没有离开，就听见有脚步声从大门处传来，紧接着一个身影快速地闪进了院子里。看着慕容潇潇像个二傻子似的冲进来，众人纷纷愣住，院子里的小厮也顿时松了口气。娘娘，叶王的伤是皮外伤，毒也是常见的毒，毒解了人就会醒，只要喝几副药就没事了，我这就去培养。王爷，你说我在村里溜达遇见了谁？是我们在山里遇见了那个女人，也是把你救回来的那个女人。您猜怎么着？她竟然就住在这个村里，更巧的是，竟是一墙之隔的邻居。阿姨，去查隔壁女人。啊，你这人咋能这样啊？认为这么快找到恩人，兴奋中的某人笑容瞬间消失，错愕的惊呼。慕容潇潇的疑问便没有人回答，最后还是二看不下去，进来把人拉了出去。在众人离开后，上官叶林静静地坐在桌旁，眼睛直直望着西面的墙头。安一做事很快，他是隐在上官叶林帮忙处理各种信息网络的头目。安一进来汇报，隔壁的女人名叫乔安，据村里人说，这女人以前是一个傻子，具体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开始住在村西山脚下一间废弃的茅草屋里，孩子们偶然去那里捡柴，发现了她。那时女人的肚子已经有几个月了，村里的心善就叫妇人没事的时候去瞧瞧，顺便给带点吃的。诡异的是，据村里人说，她生产的时候深夜天降瓢泼大雨，孩子难产，一尸两命。安一说到这儿，身体哆嗦了一下，忙抬头看了叶王一眼，继续说道：村里人为这个苦命的女人惋惜，但也别无他法，只能叹息，只等天亮找几个壮汉为之处理身后事宜。谁知第二天大家伙去的时候，发现那女人竟然活了，手里还抱着孩子，人也不傻了。女子姓乔，名叫乔安安，傻子。等等，上官叶林的心猛然揪紧，他觉得自己好像漏到了什么，是什么呢？
王爷，王爷，你下去吧。夜晚，上官叶林站在了院中的一棵大树上，已经多时。莫南等人面面相觑，不明白主子这是怎么了，但没有人敢过去问。隔壁的只有一间房里的窗户还亮着，在这漆黑的夜里格外的明显。可能是因为有了孩子，夜里需要喂奶的原因吧。上官叶林这样想着，只见他一纵身翻过了低矮的院墙，悄无声息向那扇窗子走去。上官叶林轻轻撬开了窗户，跳进房间。乔安安可能是太累了，睡得有点沉，紧皱的眉头显示他在梦中还有些不安，但也是仅仅只翻了个身。上官叶林微微俯身，伸出修长如玉的手指，准备轻轻点一下他的睡穴，好让他能睡得更安稳些。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他那白皙如玉的肌肤时，突然间他对上了一双清澈明亮，宛如夜空中最璀璨星辰般的黑眸。他伸出去的手就这样僵在了半空中，一时间竟不知该要如何动作。小家伙正眨巴着那双水汪汪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上官叶林就这样静静站立在原地，完全被眼前这个小天使的微笑所吸引住了。默默，怎么啦？是不是肚子饿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了一只手，轻柔地将孩子揽入怀中。紧接着另一只手迅速撩起了衣服，毫不迟疑将孩子的粮仓塞到了孩子嘴边。某位来不及躲开的王爷正看了满眼，他顿时瞪大眼睛，羞得满脸通红，像是被火烤过一般。仓皇而逃的脚步有些凌乱，转身穿过窗子时差一点摔了个狗啃泥。他发誓他这一生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上官叶林走到院中，耳边听到孩子咯咯的笑声，似乎是在笑他。他脸部的表情僵了僵，脸色更黑了。夜里，上官叶林做了一个梦，确切地说那不是梦，好像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梦中他中了合欢散，摇摇晃晃进入了一间房间，月光透过窗户洒下了柔和的光，能看到里面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身穿红色喜服的女人。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她身体上散发的体香让她不自觉地靠近。女人醒来，害怕着想逃，但她已经失去了理智。窗外那朦胧的月光如水般倾泻下来，轻轻地洒落在大地上，滚入一匹洁白而又柔软的轻纱，悄然覆盖住了这满园的春色。第二天，上官叶林醒来时，他扶了扶微疼的额头，想着夜间的梦。他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当时是怎样的禽兽，去伤害一个手无缚鸡的姑娘，事后还不负责任提裤子走人，愧疚之心久久无法平静。要不是这事儿有莫南等人作证，打死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江管家，当年乔国公府嫁进本府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乔安安。江汤结结巴巴地说着，同时用眼睛向莫南等人求救。你确定？确定。能不确定吗？当时王爷所有的娶妻一切事宜都是他亲手操办。有画像吗？有，不过王府库房被盗，画像也在其中。找人另画。是。上官叶林走了之后，江汤赶紧问莫南：这王妃乔侍妾都死了快2年了，王爷咋又想起来了？不知道。莫南是真的不知道。
姜汤办事还是很快。傍晚时分，一份乔安安的画卷就出现在了书房的桌子上，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子赫然出现在了眼前。果然是他，果然是他。他可以不在意这场别有目的的联姻，不在意别人的算计，更确切地说，不在意那个女人的死活，但不能不在意这桩桩件件都是他造成的。他轻轻地伸出手，仿佛害怕惊扰到画卷中的人一般，小心翼翼触摸着那张美丽的脸庞。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意，但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遍又一遍摩挲着，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思绪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不知过去多久，他终于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人！没过多久，门外便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莫南、莫北等兄弟4人以及管家姜汤鱼贯而入，恭敬地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上官叶林抬起头，面向众人，然后将手中的画卷缓缓展开，展示给大家看。莫南兄弟4人原本平静的面容瞬间变得惊愕起来，他们瞪大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几乎能塞进一个鸡蛋。几人疑惑地扭头看向姜管家。姜汤有些慌，不安地再三解释：这真是当初嫁进来的王妃，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王爷，下一步是否把人接回府？不必。上官叶林伸手点燃了手中的画卷，亲眼看着他焚烧殆尽后，才吐出了这2个字：今天这事儿必须保密，你们就当没有发生过。朝堂上，兄弟几人暗自你争我夺，为了那个位置，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他们母子不暴露人前，才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这儿呢，就是你们2个学习的地方，有机会再给你们请个先生，怎么样？谢谢姑姑。谢谢姑姑。乔安拿起裴晨面前的3字经，想要试一下孩子的智力。姑姑，这个我会。啊？行，那我考考你，看你会多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裴晨一口气背完，不打一个嗝。乔安安想到裴晨可能的身份，也许家中已经提前给他启蒙过了。乔安安又再次进屋，拿了一本深一点的。见裴晨摇头，他才重新坐下。既然没有学过，我就来考考你的智力，如何？他挑了一段，教了他2遍，又把意思说了一遍，然后看向他，用眼神询问。裴晨思索了一下，又看了一遍，然后把书还给了乔安安，站在那儿开始背诵。虽然中间有些结巴，但是还是把这一段完完整整背了出来。我去，神童呀！要是在现代，这妥妥的是学霸呀！发现这一点，乔安安激动的差点要从凳子上掉下去。谁家有这样一聪明伶俐的孩子，那可是祖坟冒青烟的事。现在跟着他乔安安住在这样的一方小院子，真的是有点委屈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独孤剑南纳斯什么时候能回来。裴熙还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写写画画的。坐了一会儿，又开始跑到树根处看他的蚂蚁搬家。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乔安安笑了笑，也没有去打搅他。立春回来了吗？莫南有些诧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苗贵妃不为王府准备的4大丫鬟。王爷不好女色，也不习惯用女婢，就把4人硬生生训练成了4大护卫。王爷也只有用他们的时候才会调回。回来了。让立春过来，去守卫着隔壁母子安全。莫南立刻明白，转身去安排。睡着的他显得格外安静和乖巧，与平日里的活泼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官叶林凝视着他的面容，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躺在床里面的小木木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他，和他打招呼。上官叶林会心一笑，伸手抱起他，父子两人就这样对视着。屋子角落里有一个竹筐，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上官叶林好奇，抱着小木木走过去，里面赫然有着3只狗。这女人从哪里弄来的？他好奇地弯下腰和儿子一起看，不过看了一会儿，上官叶林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咋越看越不像狗了，像什么？想到今天乔安安带着3个孩子去了山上，灵光一闪，这女人不会把狼娃给带回来了吧？这是要养狼，让狼给她看家护院，她还真的敢想。小木木嘴唇努了努，上官叶林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忽感身上一热，让他定在了那儿，连动都不敢动。怀里的孩子撒尿了，尿了他一身，尿完之后还得意地冲着他笑，这臭小子竟然呲了他一身尿。木木，乔安安睁眼就看见抱着木木一脸窘样的上官叶林正扭头看他，还有木木那得意的笑脸，两双眼睛相互看着对方，愣了几秒。你敢偷我儿子！并用枕头往对方的身上砸去。我又觉得不对，砸到儿子怎么办？遂放下了枕头，光着脚跳下床就要抢。上官叶林刚想说我没有，说着小心，用一只手去捞人，结果人没捞着，腿被摔在了地上的乔安安给抱住了，脸还撞到了他尴尬的部位。这会儿两人彻底石化。小木木以为在逗他玩呢，咯咯咯笑起来。首先反应过来的是上官叶林，一把把木木放在了床上，逃也似的出了房间。第二天，乔安安出门，又碰到了外出的上官叶林，狠狠地瞪他一眼。上官叶林尴尬地摸摸鼻子：“你看到了吗？刚王妃瞪了王爷，难道王爷做了什么令王妃生气的事啊？”莫南斜了好八卦的漠北一眼：“你猜？要不然你去问王爷。你当我傻？王爷的八卦也是我能说的。”来，歇歇，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我家的丫鬟，以前和我一起伺候主子的，只是我们搬到这里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才想起你这儿。这孩子也是个命苦的，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有个容身之处，有口饭吃就行。喏，这是他的卖身契。是你们家主子要他来的吧？对不起，我这儿不需要。柴嬷嬷看他生气，讪讪地笑着，不知道该要说什么好。他也是第一次没把主子交代的事做好。立春没有生气，用眼神示意柴嬷嬷回去。等柴嬷嬷走远，他才开口道：“乔娘子，我要是你，我就收着，卖身契到手，谅我也跑不了。不花银子，收个可靠的帮手，何乐而不为？不要因为别人志气而委屈自己。”嘿，这姑娘啊，不是，这也太直接了吧，一点也不做作，和现代小说里的故事桥段完全不搭呀。要不试试？乔安安眨巴眨巴眼睛。试试。立春也是个爽快人，两人一拍即合。默默睡着后，乔安安把3只小狗抱出来，让陪陈兄妹喂牛奶。他坐在院子里的方桌旁，开始和立春说他收艾叶的目的，以及以后可能会经常去河东镇。你别小看这艾叶，它的用处可大了，可做蚊香，既能驱赶蚊蝇，又能起到安神的作用，还能做艾条艾灸身体，艾包能保护女性子宫，艾叶泡脚活血化瘀等等。乔安安说了一大堆，立春不太懂，但他相信乔安安能做好。正好他手底下有一些商铺在河东镇，
要时候也能照顾一二。两人各有长短吧。立春时不时给乔安安一些生意上的建议，就这样说到最后，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卖花露水哟，防虫防蚊防叮咬，提神醒脑心情好，新世纪新时代，蚊香更新又换代，大家往这瞧往这看。是他们啊，就是镇上新开的那家，前2天免费试用时我就在场，真的很好用，特别是那个叫花露水的东西，涂在身上冰冰凉凉，很是舒服，不但被蚊虫咬过的地方不痒了，而且蚊虫都不往身上飞了。你是安安妹妹？乔安安一阵怔愣，这男子是……他仔细地搜索着原主的记忆，司浩然是外祖家的邻居，乔安安的青梅竹马。要不是后来乔安安被父亲接进了京城，替嫁给了叶王，两人或许已经修成正果。我就知道你还活着。你这两年还好吗？他本想问乔安安这2年去了哪儿，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看到立川在一旁，说出的话被他转了一个弯。立川会意，立马就回到了摊位帮忙去了。浩然哥哥，你怎么在这里？我外祖父他老人家还好吗？都很好。两人说到这儿，相互默契的不再说话了。2年多了，已经是物是人非，乔安安已经不是当年的乔安安。我是受九殿下相邀来参加荷花宴的。你现在住在哪里？回头我去找你。主间新开的铺子艾阁，或者去离这里20里外的靠山村。立川，我怎么感觉默默是发烧了？是吗？立川没有生过孩子，象征性摸了摸木木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是有点啊，外面天热，你带孩子们进屋，我去请大夫。隔壁，杏花，不好了，京城内出天花了。上官叶林听了，心里顿时一紧。你确定？看着慕容潇潇惊恐的眼神，他知道这话问的是多余了。主子，慕容神医在吗？立春来请，说西院的木木小公子病了，想让他去瞧瞧。莫南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慕容潇潇和上官叶林的脸色顿时都变了，两人连门都没有走，直接翻墙过去。当慕容潇潇仔细查看了木木的症状，脸色越发难看。上官叶林心里的一根弦砰的一声就断了，身体克制不住的晃了晃。完了，木木感染了天花。这不是感冒。上官叶林和慕容潇潇的反应让乔安安的心顿时也沉了下来。慕容潇潇摇了摇头，看向他的目光多了些同情。他闭了闭眼，还是把这残酷的现实说了出来。是天花，京城这几天就有好多孩子感染，一开始也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今天才确诊是天花。看着木木睡着还不舒服的扭动身体，乔安安的心狠狠的揪疼。乔安安想起奄奄的裴熙，裴熙，你也帮忙看看，这3个孩子整天在一起呢。这小女娃是男娃症状不明显，但恐怕也逃不了。立春回来把结果告诉了乔安安。乔安安没有说话，抱着木木默默地走回了卧室，并反锁了门。大家知道他的难过，也不知道该要怎样安慰他。2天后，立春从门口给他传话，一个年轻男子说是要找他。村里人一再劝阻，他就是不肯离去。村民无奈，只好过来传话。立春一说，乔安安心里就猜到是谁来了，但他为了验证，还是问了一句对方的姓名。立春想了想，开口：“姓司。”乔安安心里无语，这家伙不要命了，这时候还敢来，也不怕传染了天花。让他走吧。说完这些话，他无力地靠在门后。天花太霸道了，他高估了自己。现在3个娃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
前段时间他还想着和4号男一起去江南生活，看来是妄想了。我不走，我在这里陪着你。一男子的声音在立春身后响起，语气里带有急切。立春扭头想要赶人，又觉得里面的乔安安语气和声音都不对，所以他忍了下来。安安，别怕，我就在门口等着你，哪儿也不去。我以前认识的安安很坚强，生病了吃再苦的药都没有哭过鼻子，这次也一样，我陪你。4号然回忆着，说着以前的过往，他眼睛都红了。乔安安在里面也是泪如雨下。4号然这次来是带了一马车的药来，这是他向酒店下求来的。京城的城门都封了，可见这次疫情是有多严重。他这2年一直在寻找乔安安，这刚见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他要亲自陪他渡难关，共生死。隔壁漠北一直关注着这边的情况，这2天的药品都是他偷偷的送来的，只是里面的小主子的病没有什么起色，急得他嘴巴都起了燎泡。看着坐在王妃门前的男人，他忍了再忍才没有下去。争风吃醋也得要看时候，他扭身又去联系慕容潇潇去了。京城叶王府，漠北的飞鸽传书到了。上官叶林猛地坐直身体，拿过纸条的手有些颤抖，他害怕着信，也渴望着信。慕容潇潇走了进来，伸手正好看见了信的内容，连漠南给他狂挤眼睛都没看到。殊不知上官叶林的脸已经黑成了锅底了。怀瑾，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对着孩子我们也努力了，别想了，走，这次一定不能让太子占了先机。那是我儿子。一句话把慕容潇潇定在了当场，好半天脑子都是空白的。这个消息简直是把他雷得外焦里嫩。他扭头看向漠南，这是真的？他又再一次确定，回答他的是上官叶林和漠南的沉默。那还不赶紧回去？回去能有什么用？那里药物还没有城里药物齐全。漠南说的没有错，回去没有治疗天花的药方，也没有齐全的药，那和等死有什么区别？要是有药方就好了。慕容潇潇内心出现了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的祈求和无力感。夜幕降临，上官叶林和漠南一起出了门，他决定亲自去贫民窟一趟。据说贫民窟的情况十分严峻，加上那里的卫生条件差，人口密集，感染者众多，如果不加以管制，疫情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什么人？大胆！你可知道来的是谁吗？我才不管你是谁呢，就算是天皇老子来了，到了这里也得给我乖乖趴着。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里面会传来阵阵哭声？哼，一群该死的恶鬼，他们得了天花还不老老实实待着，整天就想着逃跑，没办法，只能一把火烧了，再把尸体掩埋掉。识趣的话就赶紧给老子滚远点，别在这里唧唧歪歪的，不然的话就让你们跟那些人一样的下场。简直是丧心病狂，毫无人性！来人呐，给我把这个混蛋拿下，等会儿再慢慢跟他算账。听说上官叶林在贫民窟疫病区，太子这么多天的郁闷一扫而空。真是天助我也，上官叶林，你也有今天。要不是府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他真想大笑3声，放鞭炮庆祝。3天后，贫民窟受感染的病人一如既往的增长，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处理，就是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是心里发毛。漠南、漠北等人看着时而咳嗽的主子，心里急得不得了。主子，我们撤出去吧！
要是你有个什么事，那我们怎么办？小小公子怎么办？还有边关20万大军该怎么办？上官叶林沉默着，他一走，这整个贫民窟的百姓一个也活不了。这个抉择让他很难下。再等等。他闭了闭眼，希望慕容潇潇别辜负他的信任，快点把治疗天花的方子研究出来。老胡啊，你说这老六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如此执拗呢？他这样下去，身边还能有可用之人吗？先皇第一次遇见奴才时，曾对奴才说过一句话：站在高处的人都是孤独的。奴才至今也未能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呀。啊？你这老东西啊！哎，也就那逆子，现在还能用用，其他人我不放心呐。大理寺少卿秦宁昨天上书，城中有人恶意抬高粮价、物价，发国难财，这些人真是大胆得很呐。太子他不是不想用，让他锻炼一下，可是想到其外家，这种念头又被他打消了。老大老二等其他皇子资质平庸，难堪大用，只能安排一些其他工作。太医院那边有啥进展没有？没有。正神游的胡公公听到了皇上这样问，忙答道：他没有告诉皇上，现在宫中也有很多人染上了疫病。乔安安紧紧握着手中的特效药方，目光凝视着床上的3个孩子，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犹豫。他深知自己并非是专业医生，对于药物的剂量把握也并不准确。此刻乔安安无比渴望慕容潇潇能够在他身边。就在乔安安默默念叨着慕容潇潇时，门外忽然传来立春的惊呼：慕容神医，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乔安安猛地拉开门，一把拉住了慕容潇潇的衣袖，把人拉进了屋里。门砰的一下又关上，门外等着的立春和司浩然一脸懵，看着他们飞快的进屋，连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怎么回来了？你家王爷呢？我偷跑回来的。我正想你呢，有你在就好了。你看看这个，我要给孩子们喂药，你帮我观察孩子们的反应情况，有什么不对的，你立马就治。说完，他把一张手写的特效药方递给了慕容潇潇。你这药方是从哪里得来的？简直太棒了！他仔细看了2遍的药方，心中暗自推敲着各种药材的配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配药、抓药、熬药。好了，你来吧，我看着。就这样，2人默契地配合着，开始给孩子们喂药。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使用这个药方，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紧张。乔安安小心翼翼将一勺药喂进了孩子的口中，然后仔细观察孩子们的反应，而慕容潇潇则紧盯着孩子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就这样，2人一直在屋里待了3天，瞌睡了就直接往地上的草席上一躺。第4天晚上，裴晨醒了，乔安安和慕容潇潇发现他脸上的脓包变黑了，这也就是说明这个天花抑制住了，只要不用手去抓，留疤的可能性很小。慕容潇潇反应很大，只抱着自己的记录本泪流满面。有了这个例子，这次天花终于能过去了，老百姓们有救了，叶王有救了，整个大晋国都有救了。慕容神医，浩然哥，你们知道除了京城还有哪个镇上有大药商呀？我跟着九殿下这2年还真认识到一位河东镇上的裘老板，他是专门给这周围的药铺提供药材的，听说他是2殿下的人。慕容潇潇倒是知道叶王有自己的药铺和进货渠道，但是这些在京城内已经被人给抢了，
乔安安把自己的计划和他们说了一声。司浩然在家抄药方，越多越好。慕容潇潇和自己一起去河东镇找裘老板商谈。停下！突然，他感觉身体像是被人给揪了下来，在空中旋转了一圈，落在地上，懵得他连站都站不稳，又一屁股蹲到了地上。好大一会儿，他的灵魂才回归。他慢慢的抬头打量身侧不远处站着的男人。独孤剑南，你这女人疯了吧？独孤剑南看清人后，瞬间不淡定了，气急败坏，张口就骂：你都不会骑马，逞什么能？万一掉下来，脖子摔断。我会骑，你没出现的时候，我不都好好的吗？他这句话惹来了独孤剑南一记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会骑？你抓马鬃干嘛？你抓得越紧，它越疼，当然跑得越快啊。这会儿轮到了乔安安傻眼，他指了指马逃跑的方向，又看看自己两手的马毛，震惊的嘴都要合不拢了，这才明白马儿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了。你没事吧？你没事吧？独孤剑南看着都想笑，乔安安也觉得今天丢脸了。孩子们呢？独孤剑南从江南一路赶来，见了好多因天花而去世的孩子，心一直揪着。孩子们没事了。那你们去哪里？找药。慕容少主，这走路都费劲，别说骑马了，你回吧。两边都是江湖人，谁不认识谁呢？独孤剑南的毒嘴让其他两人一阵无语。乔安安一愣神，被独孤剑南抱上马鞍，把他吓了一跳，双手硬急地抱住了独孤剑南的脖子。这姿势在外人看来要多暧昧有多暧昧。慕容潇潇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人骑马而去。完了，要是王爷知道爱妃就这样大白天的和一男子这样共乘一骑，是不是觉得头上都能养马了呀？据我所知，裘老板那人可不好说话，他身后的可是当朝的二皇子，何况还是这种情况。不好谈也得去。你不会像上次一样又去干坏事吧？相信你才有鬼。他怕这女人把他给卖了，自己还帮他数钱呢。我那是替天行道，不懂别说话。错，空手套白狼，叫你一说变成高大上了，还不是一个偷子了得？那叫窃，窃和偷能一样吗？这个时候药材可是比金子还珍贵，看守人一定很多。二皇子可是个狠人，可不像呢。你是大功臣，今夜成败就靠你了，我看好你哦，加油！二皇子和裘老板竟然在百姓最困难的时候囤药发国难财，也不会是什么好人。偷这样的人，乔安安的心里一点压力都没有。独孤剑南默了，嘴里的饭菜顿时就不香了，感情自己这是上赶着来做苦力来了。午夜时分，一会儿被发现打起来，你一定要逃出去。3个孩子就交给你了，特别是我儿子，你可得给我看好了，要不然我做鬼也不会饶了你的。愣着干啥？走呀！乔安安揪了一下他的耳朵，有些生气地说。独孤剑南回神，用一石块狠狠地扔向了大门外。果然，本来看着无人的大门哗啦一下出来了一群凶神恶煞之人，两人趁着这个空档从旁边钻了进去。乔安安不会武功，但身材小又灵活，硬是让他从守卫森严的人群后穿了过去。外面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就像独孤剑南已经被发现，双方打了起来。这么多人打一个，想想都替独孤剑南担心。哎，你能带我接近药房吗？好。话音落，只见男人护着他飞身而起，直冲药房。乔安安在摸着药材的瞬间默默地说了一句收，一仓库的药材就这样消失了。黑衣人并没有停留，抱着他就走。两人的身后是杀红了眼的府兵，
像僵尸一样对他们狂追猛打。两人终于在一处无人的小巷内停下。大侠，你受伤了？他摸到了黑衣后背的衣服已经被血浸湿，他已经顾不得其他了，忙从空间拿出消炎药，抠了2颗塞进了黑衣人嘴里。吃下去，这些都给你，1天3次，1次抠2个，还有这些是外伤药，回去一定要涂抹。说话时看见了独孤剑南回来了，就把药放进了一个包袱里，一股脑塞到了男人怀里，然后向独孤剑南那边跑去。等他走后，黑衣人身边又来了几个黑衣人。王爷，属下无能。上官叶林站在原地，目光凝视着乔安安离去的方向，仿佛能透过那片虚空看到他渐行渐远的身影。回吧。王爷，那药怎么办？这次他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出城的，如今却是一无所获的回去。东子，别闹！王爷受伤了，此地不宜久留，快撤！王爷，这真的不是我做的呀，请王爷开恩呐，饶过我这一次吧，我一定会重新调查此事，给王爷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裘老板觉得他就要被上官桀的眼睛射穿时，脸上突然一热，一个头颅就如皮球一样咕噜咕噜滚到了他的脚边，头颅上2只来不及闭上的眼睛就这样和他对上。他惊叫一声，人就直挺挺地吓晕了过去。上官桀嫌恶地看了看，直接下命令：给我挨家挨户的收，就是绝地30，也要把人和药材给找回来。姑姑回来了，南叔叔也回来了。对不起，是叔叔食言了，没有早一点回来。叔叔，我没怪你，我喜欢叔叔，也喜欢叔叔给我们找的家，这里有个可爱的小弟弟。独孤剑南往里侧看了一眼，木木的状况比这2个孩子还要严重，整个小脸都是结痂的包。他眼神复杂的看了一下乔安安。我儿子现在丑，过个10天半月的还是帅小伙一枚。我不嫌弃，你儿子丑不丑和我有啥关系？只要不是他娘不丑就行。大不了这孩子长大了，多教给他一些成家立业的本领就行。窝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听懂独孤剑南的弦外之音，只有司浩然诧异地望了独孤剑南一眼。什么意思？难道这男人在笑想安安妹妹？他想到这儿，看着独孤剑南的眼神也变得不善起来。几人在说着话，就听见有人敲门。乔安安回头一看，来人是慕容潇潇。你们去了哪里啊？和老板商量的怎么样了？那个裘老板有事，我们没见着。听说他去了京城，我们回来的路上还商量着也去京城一趟呢。乔安安信口胡诌，同时用眼神警告独孤剑南。慕容潇潇瞬间不好看了，上官叶林还在贫民窟里等着呢，这能不急吗？那我们现在走，我给你们带路。看到乔安安，上官叶林笑了，他让莫南给独孤剑南和慕容潇潇准备房间休息。独孤剑南和慕容潇潇有点不愿，但一想到他们来的目的，还有乔安安身上的秘密，也就跟着走了。待门关上后，上官叶林走到了乔安安身前，一把把人抱在怀里，久久不作声。乔安安开始觉得有些尴尬，挣扎了2下，没有挣开，也就任由他抱着。孩子们怎么样了？小陈和小西还好点儿，就是木木有点严重。不过我来的时候看着他喝了1壶奶，想来他也很快就会好起来了。上官叶林听说儿子没事了，心里压了那么久的石头终于是挪开了。两人聊了一会儿，乔安安让上官叶林给他找了一间空房，说是过一会儿会有人过来给他们送药。上官叶林秒懂，他笑了笑，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并刻意离开了一会儿。以前他只知道他身上有秘密，昨天这个秘密他可是亲眼看到，能一瞬间把一仓库的东西都变没，就能证明他不是凡人。想到这儿，他又想起
他刚从边关回来的那一夜，府里库房被盗，乔国公府也是一样。看来这些都是他的手笔。那一夜他跟了他半宿，跑了大半个京城。现在想想真的有些心疼他，拿回自己的东西还得要以这种方式。他恨国公府，也恨叶王府。如果有一天发现他恨的人就在他身边，他会怎么办？上官叶林想起了这点都有些心塞，也有点恐慌。安安妹妹，九皇子那边已经催我回去，你放心，我不会不管你的。京城离这里不远，我会时常回来看你。好。饭后4号男走了，乔安偷偷在他包袱里塞了一叠银票，算是买他要的钱。他也是寄人篱下，有钱傍身，总归是回去好交差。你心还怪好的嘞。你想在我家吃白食？想得美！收拾一下，给我进山。看着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女人，独孤剑南有些无语。这一趟乔安也不算没有收获，还真的让他找到了吃的东西，是羊浆和葛根。他做了记号，下次带着王大柱他们来挖。该死！他拔出自己的佩剑，狠狠地朝乔安身后的野猪刺去，扑哧一声，直接把那只野猪来了个对穿。野猪吃痛倒在地上，滚下山去，也带走了他的剑。趁着这个空档，他想朝乔安方向靠拢，只能赤手空拳打向野猪。接着，好剑！独孤剑南心里赞叹，一劈一个，仿佛就像切西瓜一样简单。看着乔安已经没有了危险，想着他来山上的目的，这些野猪也能让村民饱腹一段时间，省得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独闯此山。没有一刻钟，这些野猪都躺在了地上。独孤剑南，你真牛！独孤剑南被他可爱的表情逗笑了，伸手想要把手中的剑还给他。一看这满手满剑的猪血，嫌弃的到了小溪边清洗，而乔安欢快的收猪去了。独孤剑南把剑清洗干净，才看清了此剑的模样，整个人愣在那里。这剑，你从哪里得来的？乔安这才注意到独孤剑南手里的剑，这不是跟福星去山洞那儿得来的吗？刚才情急之下从空间里摸了出来。在这座山里捡的，这剑有什么问题？走，带我去。那座坟墓便是这把剑的主人安息之地了。哦，对了，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这块黑玉牌也是我在他身旁捡到的。独孤剑南接过了黑玉牌和剑，手微微颤抖着，他凝视着手中这两件物品，眼神渐渐变得迷茫而哀伤。当他终于来到了坟墓前时，双腿一软，直直地跪了下去。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眼眶，无声地滑落。乔安没有上前，只是静静地站在他身后不远处。过了许久，独孤剑南终于对乔安安说起了他的过往。他的母亲乃是前朝公主，而他的父亲则是名震江湖的武林盟主。入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有你时，你是太阳，我目不转睛；无你时，我低下头，再不见他人。皇宫内一片混乱，火光冲天，喊杀声此起彼伏。父亲毫不畏惧，一路冲杀，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宫殿里找到了他的母亲。两人相拥而泣，庆幸彼此都还平安无事。然而就在他们准备逃离皇宫时，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老皇帝。老皇帝在这生死关头，竟然将一个重要的秘密托付给了父亲，并吩咐人送他们出宫。从此母亲便隐姓埋名，跟随父亲回到了江南。他们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定居下来，过着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在他12岁那年，
家里来了一群陌生人，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只记得当天晚上父母在房中争吵，吵得很凶。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第二天，他睡醒后，父亲不见了。他去询问母亲，母亲只是哭，一句话都没有和他说。从那以后，母亲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每天就是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直到病倒。在他弥留之际，再三叮嘱独孤剑南一定要找到父亲，并把他安全地带回来。独孤剑南答应了。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父亲的路上，哪怕一丁点的消息他都会赶过去看看。他没有想到父亲早已长眠于地下。谢谢你，你的善心才没有让他继续曝尸荒野。